第77届联大周一在纽约闭幕。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和声音受到格外关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就如何回应时代的要求，把握历史的潮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中国坚定而明确的主张。从会前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到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场边会晤，以及主持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密集举行双边会晤。王毅的纽约之行声明中方立场，展现出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王毅开篇明义地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局势的6点主张：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发展，不要贫困；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公平，不要霸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演讲中，王毅宣布，中国已启动批准枪支议定书的相关国内法律程序。全球枪支泛滥问题日趋严重，我愿在此宣布，中国已决定启动联合国枪支议定书的国内批准程序。我们将为加强全球枪支管控合作、消弭安全赤字做出新的贡献。枪支议定书自1998年起在联合国框架内启动谈判，2001年5月在联合国大会通过，2005年7月生效。目前共有122个缔约国。议定书的主要目的是在枪支制造、进出口及其管理等方面制定国际规范，以促进和加强打击相关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枪支泛滥引发的各方面问题，坚决反对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近年来，中国在立法、司法、执法各个层面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不断加强国内枪支管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目前中方正按照规定与国内法律手续，争取早日批准该议定书。这是中方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中方支持多边主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决心。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许多国家也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菲律宾对台海日益紧张的局势感到担忧，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菲律宾坚持一中原则，希望与中国继续发展合作关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演讲时则批评美国开始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对地区的稳定和和平造成了严重影响。新加坡外长维文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最红的红线。Taiwan Straits, which is the reddest of red lines for Beijing.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was here yesterday, and I'm sure you got a direct download from him about how critical this area is.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也在演讲中指出，各国不应煽动台湾海峡及周边地区紧张局势，任何误判都会威胁国际和平安全，并给全球贸易带来灾难性后果。索加瓦雷总理的有关表态掷地有声，就台海局势和国际地区形势发出正义声音，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在第7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许多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此彰显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礼将于周二举行，日方预计有4300人出席，包括21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位外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坚持这次国葬也是吊唁外交，能宣扬安倍生前提出的所谓印度太平洋战略。不过，7国集团大多派出前首脑出席这一仪式，原本打算出席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因为受飓风菲奥娜影响而取消行程，这让岸田文雄政府的吊唁外交陷入窘境。总理莫迪将出席国葬仪式。澳大利亚方面，除了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外，与安倍一起致力于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的特恩布尔等3名前总理也将出席国葬。美国总统拜登本周也公布了出席安倍晋三国葬的政府代表团成员。据报道，代表团由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为首的共12人组成，还包括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参议员哈格蒂和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肯尼迪等。美方这一次去日本参加吊唁外交的这个代表团，实际上是
低于日本的预期。实际上，按照日本最开始的计划，他们是希望拜登总统或者说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代表团到日本来访问。那我们这次看，不仅拜登没有来，连国务卿布林肯、包括沙利文这些日本认为在外交战略领域的重要人物都没有出席。那这样的临时拼凑的这样一个调研团，对于日本来讲的话，他是比较失望。岸田文雄多次强调安倍国葬仪式调研外交的意义。上周，岸田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美国纽约召开记者会，表示将利用安倍国葬和超过30名海外政要举行会谈。读卖新闻指出，安倍在世时提出必须致力于加强和七国集团的关系。在此同时，他也以日美同盟为轴心，提出自由印度太平洋构想。岸田坚持为他举办国葬，也旨在强调日本将继续推广和发扬这些构想。早在几周前，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就向七国集团发出了邀请，希望这些国家领导人能够抵达日本出席国葬仪式。然而，除加拿大之外，其他的5个国家全部拒绝了。相比之下，英国女王葬礼期间，哪怕英国特拉斯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的出行限制措施，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也没有一人缺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原计划出席安倍葬礼，但受飓风菲奥娜影响，特鲁多表示中还包括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德国前总统伍尔夫、意大利前总理伦齐等前首脑级人士。面临着国内极低的支持率，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国际上他实际上希望利用自己擅长的外交能力和手段，打开更多的国际局面。另一方面，对国内实际上他想对所谓势力最大的安倍派有一个交代，因为过去几年安倍派一直是日本自民党最大的这个政治势力，特别是岸田文雄当首相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安倍晋三与岸田文雄虽然在政治理念和实际上一些执政方针上有不同，但是岸田文雄依然没法回避的是，稳定好安倍派实际上是稳定好自身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在岸田内阁为调研外交的成果担忧之际，日本国内反对安倍国葬的活动仍在持续，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自日本政府7月宣布国葬的时候，有43%的日本民众赞成，之后民调显示反对者过半。如今赞成率降至33%，而反对者的比例突破60%。周一下午，日本左翼市民团体将在日本众议院会馆举行反对安倍国葬的大型集会。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称，在周二安倍国葬当天，预计有多个团体举行抗议活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日本大规模报道英女王国葬与日本国内舆论对安倍国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1967年，日本政府为吉田茂举行国葬的费用为1809.6万日元，约相当于现在的7000万日元，远低于安倍国葬的费用。针对安倍国葬约16.6亿日元的预算，72.5%的受访者认为不妥当。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称，岸田不顾民众呼声，执意推动国葬如期举办，令民众反感。安倍实际上他离开首相职位之后，他在日本社会、在日本政坛是一个退而不休的一个状态。他还有自己最大的派系，还有政治影响力，还有政治遗产。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的反对势力还是他的一些政策，在社会上的一些反对者的声音也会比较大。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可以说没有征得全社会同意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一个政治决定来为他举行国葬，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势必会遭到很多人的这个反对。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此次亚洲行也引发外界关注。除了出席国葬外，出席国葬后，周三哈里斯将前往神奈川县横须贺市视察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并将于周四到访韩国，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这将是美国副总统时隔4年多来再次访韩。韩国媒体称，双方将就加强韩美关系、朝鲜问题、经济安全、重要地区局势以及国际热点等问题交换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哈里斯任内首次访问日本与韩国，也是其第2次亚洲之行。对于哈里斯这次访问，美方官员亮出3点目标：第一，向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致敬，纪念安倍的遗产；第二，在日益复杂的安全局势下，重申对盟友的承诺；第三，深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整体参与。分析人士指出，继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首访日韩后，时隔4个月，美国政府2号人物借调研外交再访日韩，虽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是美方领导人连续到访，无疑凸显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在哈里斯率领的访问团中，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赫然在列，这意味着经济议程或将占据重要地位。观察认为，围绕打造芯片四方联盟的沟通，与日方讨论印太经济框架后续谈判议程，以及涉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相关议题，都将可能是戴奇此行的重要任务。我们知道，刚刚在美国召开了这个第一次的围绕着印太经济框架召开了美日印澳相关部门的一个官僚级的一个会议，这个实际上也是印太经济战略发起之后的第一次会议。那哈里斯作为美国政府的2号人物，那这一次实际上也肩负着继续推进所谓的美方认为比较务实的印太经济框架，看看到底日本、韩国的执行的意愿和执行情况到底怎么样。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将在周二下午举行，但这次国葬安排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弹，各界抗议声不绝。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全球范围内时隔8天进行的又一场国葬礼，但是呢，和上周一在伦敦举行的另一场极尽哀荣、英伦三岛几乎所有国民都在全情投入的盛大的国葬礼相比，日本政府周二将在东京武道馆操办的这一场国葬争议与反对声呢都堪称是海啸，甚至已经引发了极端事件。那么上周三，一名连狱7旬的男子在日本首相官邸附近自焚，身体大面积烧伤，而施救的东京消防营救人员也在确认他在现场留下了一个字条，上书我个人坚决反对安倍国葬礼的字样。相信这样一个非常事态，无论民调来看，反对国葬者超过半数。其中雅虎日本公布的网上调查，75万在线调查者中，反对国葬的投票比例高达76%。在专业调查机构眼里，这简直就是压倒性的民意了。日本公众反对国葬，他们到底在反对什么呢？归结起来，原因不外3点。第一，投入争议。内阁官方长官此前就公布说，这次国葬花费预计是16.6亿日元，折合8000万元人民币。在日本经济复苏乏力，叠加新冠疫情与民生压力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面对如此大手笔的开销，老百姓自然是火大。那么其二就是统一教的争议。随着安倍死因调查的深入，行凶蓝枪手他作为社会边缘失败者的这个人设是越发清晰了。而他的最大的一个怨念，也就是母亲无脑追随统一教，不惜散尽全部家财，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日本舆论的同情与关注。媒体调查就显示，安倍生前曾经接受统一教的政治捐款，而执政党上周也公开承认，内部调查显示，至少1半的自民党议员都与神通广大的统一教有过经济联系。那么这更加激起日本民众的反弹与不满。其三就是安倍争议。没错，安倍他确实是日本战后执政期最长的首相，但是他很难称得上是全民政治家。安倍在政坛不乏政敌，在民间反对他的施政理念和内外政策者同样也是大有人在。明天的国葬礼，2位前首相以及4个辅道县的知事都已经确认缺席，我想这在其他国家恐怕都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民众强烈反对，但日本政府还是坚决推进国葬安排。首相岸田文雄上周也在联大会议期间强调，将趁势开展吊唁外交。对此您如何看？对执意推进国葬安排，岸田政府公开谈到的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安倍是日本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第二，在日本大地震震后重建、强化日美安保同盟等等内政外交领域他的建树是颇多的。但是现任首相岸田本人他在内政外交的一系列的考量，无疑也是国葬的推手。那在日本最看重的盟国方面，美国派出的是以副总统哈里斯挂帅的吊唁团队，贸易谈判代表戴奇以及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等美国的新老官员都在列。日经新闻已经在炒作说，这一次美方派出阵容最强大的调研团队。那么哈里斯一行今天在与岸田会谈时将会涉及到一系列的话题，双方预料将会重申日美同盟体系的韧性与强度云。但是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因为忙于国内应对飓风，那么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国葬行程，那么对日本方面尤其看重所谓G7成员国面向外交的岸田来说，乃至日本舆论来说，都是相当不爽的。那么包括英法德意等等欧洲大国，他们派出的都是退下来的领导人。
所以今天下午共同社刊播的电稿就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说 G7 多派前首脑出席国葬，吊唁外交，民意受挫。那么共同社甚至引述日本首相官邸一位匿名人士所谓苦笑称说，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吐槽是相当失礼的，尤其还出自日本首相府人士之口。那么这般苦笑又将前来参加国葬的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总理等等这些众多的领导人，把他们置于何地呢？日本葬礼外交不能势利到这样一种地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率领的访问团已抵达日本，那么您对哈里斯此访亚洲如何前瞻？哈里斯启程访亚之际，美联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就已经预告说，哈里斯访问日韩的亚洲行程每一站都面临着巨大的争议。随着哈里斯专机的落地，那么新麻烦又来了。从华盛顿传出的最新消息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确认不会出席11月在泰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将由哈里斯代为出席。所以再过2个月，那么哈里斯他还将会率团来亚洲。那么更加让人关注的是，鉴于泰国的 APEC 领导人会议和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几乎是背靠背连轴举行的，那么如果拜登已经确认缺席 APEC 会议，那么 G20 峰会呢？拜登的前任特朗普就曾经以国内议程为由，连续缺席这2场峰会。那么这事儿放在高喊美国第一、动辄退群的特朗普身上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成天高喊同盟体系、大谈所谓印太战略的拜登他也这么干，那又该咋解释呢？英国路透社昨天发自首尔的电稿标题，直接将美国副总统来访与朝鲜射弹这2件事强行关联，称朝鲜在哈里斯访韩之前发射弹道导弹，半岛局势面临再度升级的风险。那么这对哈里斯当然是不小的一个挑战。新加坡外长维文上周末在美国知名智库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演说，他警告，随着大国战略信任的持续缺失，中美关系有陷入态势升级螺旋，也就是所谓 escalatory spiral 的这个巨大的风险。那么维文在演说中再度引用了他的内阁同事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同样赞美演说的一个警告，那就是台湾问题对中方意味着红线中的红线 ，the reddest of red line for Beijing。那么在维文之前，王毅也刚刚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演说，他也曾特别发出让美国人听得进、记得住的行动警告，必须要坚决制止台独这头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日本媒体已经在炒作哈里斯见岸田时将会谈到台海议题，哈里斯此访日韩2国会不会再打台湾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我们看到岛内9合1地方县市长选举，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台湾南部打响第一枪。您对此如何解读？其实所谓的台湾南部与台湾北部，既是台湾的地理上的分界线，也是政治版图的分界线，而且他们都以浊水溪为界。浊水溪以北，也就是所谓的台湾北部，是传统的蓝色大本营，国民党的根据地；浊水溪以南，也就是所谓的台湾南部，是传统的绿色大本营，民进党的根据地。过去30多年以来，这条浊水溪都是观察蓝绿选政得失与政治势力消长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次也不例外。而在最近20年中，绿营基本上处于主攻状态，也就是从台湾南部跨过浊水溪，两攻台湾北部，并且颇有斩获。相反，国民党则基本上处于防守状态。我认为在这次9合1选举中，这一基本态势不仅不会改变，而且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也就是台湾南部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悬念，仍然是民进党的天下。上一届9合1选举，国民党凭借韩国瑜旋风出奇兵逆袭拿下高雄市的情况不仅不会出现，而且由于韩国瑜未能兑现其为高雄市民服务满4年的承诺，还将会冲击到国民党在台湾南部其他县市的选情，使得台南再度成为国民党无法撼动的一块铁板。那么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民进党与国民党内的政治大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台南出发开始本次辅选活动，但这只不过是虚晃一枪，它恰恰说明蓝绿都将选情没有什么悬念的台南地区作为了热身运动的场所，以为接下来
更为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来做准备。那据您的观察，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台湾北部的选战选情将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呢？其实我刚才讲到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大佬的辅选活动，都是从南部出发，然后跨过浊水溪，经过台中地区一路北上，并且最后在台北市进行短兵相接。这也就再度证明，台湾北部地区，尤其是台北市，才是这次蓝绿9合1选举的决战场地。台湾北部地区，尤其是台北市的大决战，不仅决定着本次9合1选举蓝绿的成败得失，而且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2024年蓝绿双方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除此之外，台湾北部重镇的得失，既关系到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未来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民进党内一众大佬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对于民进党来说，假如他们在台湾北部地区大败，那不仅绿营会照蔡英文的反，要求其承担政治责任，蔡英文余下2年的任期将会提前进入跛脚鸭状态，而且苏贞昌行政部门负责人的位置也将难保，他将不得不率领行政团队集体辞职下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北部地区的选情中，当前民进党的总体形势其实是并不乐观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新北市，由于现任市长侯友宜政绩和口碑都相当不错，民进党的候选人基本上很难撼动他的市长宝座。二是在台北市，虽然民进党推出了自己最强棒候选人，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前指挥官陈时中，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台湾疫情的破防，不仅严重打击了陈时中这位前任防疫总指挥的声望，而且使得他背上了一个落跑政客的骂名。三是在台湾北部，当前由民进党执政的基隆、桃园、新竹3个市，民进党的现任执政优势并没有显现出来，有可能遭到国民党候选人的逆袭。您觉得在这场9合1选举中，民进党在台湾北部战场为什么会出现不利的态势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受到了蔡英文与民进党声望暴跌的拖累。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民调，在过去2个月中，蔡英文的民望已经重挫了 9.2%， 其中满意度为 43.8%， 不满意度为 42.9%， 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已经逼近了所谓的新执政困境的临界点。而导致蔡英文与民进党声望下跌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其在内部施政上出了问题，也就是爆发了包括林志坚硕士论文抄袭、新竹市棒球场施工不良、疫苗采购贪污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弊案。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最近几个月来，蔡英文为了拉抬民进党的选情，不断的故技重施，猛打所谓的抗陆保台牌，包括邀请佩洛西在内的美欧议员访台，跟美国政客们一唱一和，企图在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的挺台法案，以及不断要求美国加大对台军售力度等等。结果不仅引来了中国大陆以史无前例的军演措施来强烈反制，而且也意外地引发了台湾民众的恐惧感与焦虑感。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因此而担心两岸有可能会爆发战争，并且担心将把爱台保台挂在嘴上的蔡英文当局，不仅保卫不了台湾的安全，而且会把台湾推向火坑中。不过非常吊诡的是，蔡英文与民进党的民望大跌，并没有在蓝绿之间引发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也就是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国民党的民调并没有因此而受益，反而是白色力量的民众党因祸得了福。根据台湾民调基金会的调查，民众党最新支持度冲上了 20.9%， 以跃居岛内的第2大政党，把支持度只有 15.4% 的国民党远远甩在了后头，逼近民进党的 22.4%。 因此这次9合1以及2年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作为第3大势力的白色力量会不会强势冒起，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周一报道，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中右翼联盟在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获胜，意大利兄弟党党首梅洛尼很可能将成为该国首位女总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希望意大利新政府继续坚持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当地时间周日上午7点，意大利新一届议会选举投票拉开帷幕，投票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一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由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中右翼联盟获得了超过40%的投票，领先其他党派。这意味着该党领袖梅洛尼可能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同时这也是意大利自墨索里尼以来首次出现由极右翼执掌政权的局面。现年45岁的梅洛尼在竞选期间淡化政党的极右翼色彩，把意大利兄弟党塑造为主流保守派，并承诺支持西方的乌克兰政策不会让意大利这个欧元区第3大经济体面临不当风险。但他青年时代曾加入新纳粹组织，对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赞不绝口的黑历史令外界担忧。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不是意大利传统政党，成立仅10年，2018年意大利大选，兄弟党得票率刚刚超过4%。但意大利政坛10年来政府6次更迭，加上中左翼政党联盟今年7月分裂，成就了梅洛尼和兄弟党。梅洛尼周一凌晨表示，如果被要求执政，他和他的政党将为所有意大利人执政。Che da quello che emerge dalle prime proiezioni si possa dire che dagli italiani in queste elezioni politiche è arrivata una indicazione chiara. E l'indicazione chiara è per un governo di centrodestra a guida Fratelli d'Italia. 稍早前，意大利主要中左翼政党民主党已承认败选，并承诺将成为下一届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力量。意大利议会的5年任期原本于2023年3月才届满。今年7月，意大利联合政府内部多个党派缺席政府现任投票，时任总理德拉吉指，支撑联合政府的现任基础已不存在，2次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呈。马塔雷拉后来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德拉吉担任看守政府总理。大家都在看他上台之后呢，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呢，会不会付诸实施啊？应该说啊，意大利政府啊。它是有很多约束的地方啊，比方说意大利这个总统啊，意大利还有这个参议院，还有它的这个法院啊，其他的一些机构。至于会不会拯救意大利啊，我想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它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因为战后意大利啊换总理是经常的事情，很少有总理啊能够做到5年任期届满。作为 G7 国家和欧元区第3大经济体，意大利的本次选举备受关注。当前俄乌冲突加上多国通货膨胀加剧，西方国家压力重重，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多国经济也到了关键时刻。路透社称，欧盟以及欧洲各国都在紧张地关注意大利的选举。欧洲担忧极右翼政党上台后，意大利内外政策更加难以预测。在意大利，左翼政党更加亲欧，极右翼政党普遍持欧洲怀疑论。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担任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的10年间，梅洛尼信奉一些极端立场，比如他主张解散欧元区，反击欧盟一些不知名官僚正用种族替代之名将大批移民引入意大利，还认为欧洲一体化应该受到限制，各国应该更加自主等。Sì, assolutamente sì, le paure sono per le situazioni più estreme che si possono creare nel caso di vittoria di alcuni partiti, visto anche la situazione europea e l'avanzare di partiti di estrema destra anche in altri paesi europei, la guerra in Ucraina che è anche una questione importante, l'Europa che è sempre più debole, quindi assolutamente preoccupazione c'è. 值得注意的是，梅洛尼在选举期间曾鼓噪对华强硬。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强调，中意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我们希望意大利新政府继续坚持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努力，秉持互尊互信、互利共赢精神，持续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和人文交流，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过去这么多年啊，中印关系呢一直是发展还是比较平顺的。在对华这方面呢，我想作为这个总理啊，他必须要有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立场啊。实际上呢，他的很多政策呢都在修正之中，包括在竞选期间，过去一些激进的一些说法呢，都变得更加的贴合实际。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三宣布对预备役人员进行部分动员，将征召30万名预备役人员，以增加俄乌战事中的兵力。普京周六补签了一系列和部分动员令相关的法律，对主动投降逃兵和不响应征兵令者处以最高10年的监禁。而对于普京在讲话中称，如果国家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将使用一切手段反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美国一直在私下里与俄方就有关核战争言论进行沟通，但拒绝透露美国将如何应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具体细节。俄媒称，俄罗斯部分动员令下达之后，首日有约1万名公民主动到征兵部门报到。据悉，俄罗斯新兵的工资待遇大约为每月16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万元左右，是俄罗斯全国平均月工资的3倍。此外，俄罗斯政府还计划从今年起到2025年，增加在国防、安全与执法方面的投入，总额为34万亿卢布，约合4.2万亿元人民币。另据央视军事报道，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副总理格里克娃表示，所有被动员征召的在职人员的工资仍由雇主不间断正常发放，直至劳动合同到期结束为止。此外，被征召人员还有权选择提前退休。不过，也并非每个俄罗斯青年都愿意响应部分动员令。在莫斯科等地有反对动员游行，全俄范围内有约700人被逮捕。针对有西方媒体报道称，俄罗斯的国际航班预订几乎满员，机票价格上涨的情况，俄罗斯媒体澄清称，并未出现离境潮，机票也没有那么贵和难买。周五开始，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入俄公投进入第2天。乌克兰议会谴责俄方举行的公投，表示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希望西方的盟友们能提供更大的帮助。七国集团周五发声明表示，永远不会承认这些公投的结果。普京上周三在发出征兵动员令时就表示，准备使用一切手段捍卫俄罗斯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对于这一表态，西方再次炒作起俄罗斯发出核威胁。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地时间25号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上称，美国一直在私下里与克里姆林宫就有关核战争进行沟通。It's very important that Moscow hear from us and know from us that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horrific, and we've made that very clear. CBS 称，布林肯拒绝透露美国将如何应对使用核武器的具体细节。不过他承认，对此美国政府有一个计划。节目播出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受访时表示，美国将就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行为做出果断回应，俄罗斯因此将面临灾难性后果，美国和盟友将做出果断的反应。And we have communicated directly, privately to the Russians at very high levels that there will b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Russia if they use nuclear weapons in Ukrai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spond decisively alongside. 据俄新社25号报道，针对沙利文的言论，俄罗斯国家杜马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奥列格·莫罗佐夫表示，美国无非是想让世界相信核威胁来自俄罗斯。上周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言，为特别军事行动辩护。他表示，国际机构并没有发挥寻求妥协的作用。他谴责美国及西方盟友以经济制裁取代外交手段，在多边讨论中压制不同观点，而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将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消耗品。То, ч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нынешнюю ситуацию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как, ну, в общем, оселок, по которому будет измеряться их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оставаться гегемоном, это для меня очевидно. Почему? Вот я не сравниваю эти ситуации, но когда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 свои авантюры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в Югославии, в Ираке, в Ливии, когда в Сирию вторгались без всяких на то прав, они
объявляли зоны, Афганистан то же самое, они объявляли зоны своих интересов территории за 10 тысяч миль от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берегов.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了大型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该片从9月2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共8集，分别为擘画、铸魂、重塑、圣战、利剑、强击、同心、和平，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习近平主席领航新时代强军事业的重大思想和实践，全面反映党的18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展现全军部队维护核心、听党指挥、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昂扬风貌。9月25号播出的第1集《擘画》。片中详细梳理了党的18大以来，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如何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这一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为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2012年12月10日，会见驻广州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习近平的一席话传遍全军。前不久呢，我去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我提出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想说我们的中国梦这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呢，也是强军梦。强国梦与强军梦紧紧联系在一起。强军是强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第2天是植树节，绽放的迎春花昭示着春天的到来。这年11月，党的18届3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5个月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7年10月，党的19大胜利召开，就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了新的战略筹划和安排。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纪录片还回顾了党的18大以来几次重要的阅兵式，其中每次阅兵都是改革强军丰硕成果的展示。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以盛大阅兵仪式同世界人民一道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地面突击、防空反导、海上攻击、战略打击、信息支援、后装保障6个模块，陆海空3军航空兵编成9个空中梯队亮相天安门广场。
这是人民军队首次按照信息化、模块化编程和战斗编组接受检阅。盛夏的朱日和，草原战尘飞扬，沙场鼓角争鸣。2017年7月30日，刚刚经历了一场实战化演习的1.2万名官兵沙场受阅，庆祝建军90周年。这是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后第一次全新亮相，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现身受阅方阵，展示了向世界一流军队奋进的豪迈气概。沙场点兵，气壮山河，国之重器震撼人心。海水滔滔，剑阵巍巍，踏浪而来，气势如虹。2018年4月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同志们好！雄壮舰队列阵南海，蓝鲸前行，战舰驰骋，银鹰翱翔。48艘战舰、76架战机、1万余名官兵光荣接受检阅。这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豪迈亮相，展示了向海图强的澎湃势头。这次海上阅兵，辽宁舰航母编队精彩亮相，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战飞机集中展示。党的18大后，列装舰艇占受阅舰艇1半以上。同志们好！恭喜！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以一场盛况空前的国庆阅兵，庆祝第70个华诞。改革重塑后的共和国武装力量整体亮相，一方方崭新阵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这次阅兵集中宣示了人民军队永远听党指挥的鲜明立场，集中展示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辉煌成就，集中彰显了我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实力。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